Hello， 大家好，很高興又見面了。在今天的 podcast 中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讀的書，叫《正念之聲》。這本書呢，不是教大家如何去冥想的，而是告訴大家，平時我們怎麼想事情，會慢慢的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生活。那通過書中一個有意思的例子，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心態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一個人的生活。你們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載今天視頻的文本和詞彙列表。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中級水平的閱讀和聽力材料呢，也可以在我的 Patreon 上找到。那我在 Patreon 上更新呢，要比在 YouTube 上更新要勤快多了。在今天视頻的最後呢，我們還是会一起回顧一下在今天視頻當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。好了，下面就讓我們一起開始今天的 podcast。最近我讀了一本書，書名叫《正念之聲》。一開始看到這個名字的時候，我其實也有一點猶豫，因為正念這個詞聽起來就很容易讓人覺得抽象，好像離我們的生活有點遠。但真正讀完之後，我發現這本書講的東西其實非常日常，甚至和我們每天的想法、情緒還有身體狀態都有關係。這本書的作者是心理學家埃倫·蘭格，他在書裡反覆提到一件事：我們怎麼想事情會慢慢影響我們的身體。很多時候，我們會覺得身體變差，是因為年紀、壓力或者環境不好。但他提醒我們，有時候真正起作用的是我們對自己的看法。書裡提到一個很有名的研究，也就是後來大家常說的逆時針實驗。這個實驗聽起來並不複雜。研究人員找了一群年紀比較大的男性，讓他們住進一個特別布置的地方。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像是20年前的世界，電視、音樂、報紙，全部都是那個年代的東西。這些人被分成2組，第一組的人只是住在這個環境裡，回憶過去，但他們心裡很清楚，自己還是現在這個年紀。第二組的人則被要求把自己當成真的回到了20年前，不只是環境回到過去，而是連說話、想事情的方式都盡量像年輕的時候。1-2個星期之後，結果出來了。第一組的人變化不大，心情可能輕鬆了一點，但身體沒有明顯改變。可是第二組的人卻出現了一些很明顯的變化。有的人精神變好了，有的人體力變好了，甚至看起來更有活力。這個實驗並不是在說假裝年輕就不會老，而是在提醒我們，當我們改變對自己的看法，身體有時候真的會跟着改變。讀到這裡，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：我們平常真的很容易把我是誰這件事交給別人來決定。別人說你不擅長什麼，你可能就慢慢相信了。醫生提醒你有風險，你的生活就開始圍着這個擔心轉。時間久了，我們不知不覺就活在那些判斷裡面。書裡也提到，我們常常被一些標準限制，比如多少分才算好，
多少歲就應該怎樣。這些標準其實本來就是人定的，但我們卻很容易把它們當成絕對的事實。一旦沒達到，就開始否定自己。環境也是一樣，環境本身並不會自動讓我們快樂或焦慮，真正影響我們的是我們怎麼看待它。生活裡有很多事情本來就不確定，如果我們一直想着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，很容易把現在的生活過得很累。正念之聲裡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提醒：不要一直追求最正確的選擇，而是學會讓已經做出的選擇慢慢變成一個好的選擇。生活中很多事情並沒有完美答案，重點不是你選了什麼，而是你選了之後怎麼去面對。同一件事情，有人覺得是負擔，有人卻覺得還可以。差別往往不在事情本身，而在我們怎麼看它。比如做家務，如果你覺得這是被逼着做的，就會覺得很辛苦。但如果你換個角度，覺得這是在照顧家人，感覺可能就不一樣了。我們平常也很常說一句話：我試試看。聽起來好像是想讓自己輕鬆面對，但很多時候，這句話背後其實已經準備好失敗了。書裡提醒我們，有些事情與其一直試，不如直接去做。當你真的開始做，注意力會慢慢放在過程上，而不是一開始就擔心結果。當你把注意力放在過程，其實就是在練習正念。你開始注意到自己正在做什麼，而不是一直想着過去，或者擔心未來。很多改變都是在這種狀態下一點一點發生的。書裡還提到一個現象：當一個人真的相信某件事對自己有幫助時，身體常常會配合這個想法，慢慢出現變化。這不是在騙人，而是在提醒我們，心理並不是附屬品，它真的會影響身體。所以《正念之聲》這本書並不是在告訴我們，只要想的正面，一切問題都會消失。它更像是在提醒我們，不要太快放棄自己，也不要把所有決定權交給別人。你不需要完全確定未來會怎麼樣，但可以對自己多一點信任。當你開始多看看自己已經擁有的東西，而不是一直想着缺少什麼，生活的感覺會慢慢改變。正念也不是讓生活變得完美，而是在不完美的生活裡，慢慢學會陪着自己好好生活。我很同意書中說的心理和身體之間的關係。那很多心理的疾病呢，都會軀體化。簡單來說，當你的心理承受了非常巨大的壓力呢，往往你也更容易生病。那当你保持積極的心態，你可能會治癒或者改善一些疾病。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在今天的視頻當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。勤快，做事積極，不偷懶，願意主動把事情做好。他是個很勤快的人，家裡總是收拾得很乾淨。他做事一向很勤快，從不等別人提醒。盡量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，把事情做到最大程度。
我會盡量早點回家。明天可能會下雨，我們盡量早點出門。擅長，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較好，比一般人更有經驗或能力。他很擅長和人溝通。他擅長把複雜的問題講得很簡單。一旦就，表示一件事情發生之後，結果馬上出現，常用於強調後果或變化。一旦決定了，就不要再猶豫。一旦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，就很難改變。配合，按照要求或需要，與別人一起行動或完成事情。醫生需要病人積極配合治療。大家配合得很好，事情進展得很順利。治癒，疾病得到完全康復，也可以比喻心理或情感上的恢復。音樂可以治癒人的心靈。這種新藥能夠治癒多種傳染性疾病。這就是今天視頻的所有內容了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，請記得分享給其他需要的朋友。不要忘記給我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，非常感謝你的支持。我們下期再見。